个世上没有鬼怪神仙，不用怕。可是我明明看见了。你看到的不是鬼，是别有用心之人。表叔，我已命人探查了梅园周围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。不会真的是那宋柔喜欢明渊吧？此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九娘子的住处，还能避开我的护卫，定是对侯府极为熟悉。灯。九娘子可有发现？行凶人虽已尽力遮掩痕迹，但殿下请看，这几株月季花丛，花瓣都已凋败，且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散落下来，可见是行凶人匆忙辅导的。果然，那人定是越墙而过，曾在此处落脚换气，才会在顶瓦青台上留下踏痕。你们看，那些花和小婉儿说的一模一样。可若不是鬼魂，那人为何会悬在空中，而且还没有头？只要那人学过轻身功夫，这倒也不难。用这花圃借力，跃在那石柱之上，再用嫁衣下摆遮住双脚，便可做到悬空而立的感觉。待你们二人受到惊吓之后，即可逃离。我来吧。果然如此，这就是假借鬼魂之名，为了扰乱人心、混淆视听的人为之举。明日你就要去义庄验尸，此人偏偏选在此时在梅园行事，恐怕是想把你吓跑。九娘子要验尸一事，府内只有我夫妻二人和宁儿兄妹知道，那是如何走漏风声的。我可跟谁都没说过。我可能跟魏延知漏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们比武的时候见他忧心，我没说验尸的事儿，我就说小婉儿会帮忙。当时宋家护卫长魏成也在旁边。你怎得如此鲁莽？魏府尉和护卫长那边，我自会派人去查。此事的关键是要先找出这嫁衣的来历，也许能顺藤摸瓜，找到装神弄鬼之人。这嫁衣与死者的嫁衣样式相仿，色泽鲜艳，面料全新，上面的折痕犹在。樟木香味尚未散去，应是刚刚从香笼中取出的新衣。右侧袖口处有一处污渍，尚不知是何物。娘子，那块污渍应该是松烟墨。松烟墨，为何？我学女工时曾经专门认过面料，这嫁衣应该是香红纱，号称百污不沾，唯有松烟墨才能染上痕迹。福陵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此人应是身负武功，身高约6尺左右，会用左手的男子。愿闻其详。此人若是要假扮无头鬼魂，应是把嫁衣举至与头顶平齐的位置，若太高，则会显得肩背虚空。以福陵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，窗台比花布丛要高1尺左右。这嫁衣身长约4尺7寸，按照殿下刚刚演示的，站于花圃围桩之上，举起嫁衣，这名男子身高至少要高于5尺7寸，才有可能将嫁衣底摆高出窗台，让我和福陵从窗内看到的是嫁衣虚空而至的效果。行凶人只需提前穿好夜行衣，便可以将露出嫁衣底摆的双腿藏于夜色之中。正是，况且寻常男子身高超过6尺的也不常见，行止必定引人注意，所以
我推断，此人身高应高于5尺7寸，但不足6尺。那如何得知是左撇子呢？这就要多亏茯苓认出这是萧红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常人写字，应是右手执笔，左手拢袖，落笔左行。可惯用，则为左手执笔，右手拢袖。依然是落笔左行。右手袖口才会沾上墨渍。这袖口处的污渍与那嫁衣上的位置相同。九娘子真乃神人也。小心！这嫁衣价值不菲，路途遥远，不可能在中途买到。宋国公府一定还有备用的嫁衣，不妨去让那陪嫁嬷嬷辨认，看这件是否就是那备用的嫁衣。你是怀疑是宋家人中有鬼？若真与他们有关的话，那梅园就不安全了。小婉儿，你今晚搬去和我一起住。茯苓，收拾东西，走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叫人封锁东院，不能叫宋国公府的人离开。表叔且慢，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，先不要与宋国公撕破脸，还是先请霍怀信出面较为妥当。也好，我这就去请霍知府。你们分2组，在东西耳室单独问询，问询后将他们送回归处，途中禁止交谈。是。快去！是。殿下，我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安阳侯，世子殿下，霍大人，深夜来此，可是小柔的案子有了眉目？魏副尉，稍安勿躁。有样东西，请您辨识一下。来人啊！这是小柔的嫁衣。霍大人，未得宋国公府首肯，为何擅动小柔仪容？魏副尉，你怎能一眼就认出这是宋娘子的嫁衣？我与小柔同行千里，朝夕相对，对这嫁衣样式再熟悉不过了。更何况，这样式乃是国公夫人亲自挑选的流战白子，由京城锦绣坊用金线绣制并嵌以碎宝，全大洲仅此2件，我又怎么会认错？果然有2件，魏副尉，那另1件在何处？自然是由陪嫁的嬷嬷收着。怎么了？齿痕。宋娘子出嫁前，可能与人有了私情。啊，许哥，什么？出去！私情？你可确定？九娘子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。2位请看，这是陈旧疤痕，从未腐烂的地方可以看出，上下黑点呈半月形对称分布，上方的黑点较下方大而长，是因为人的上牙较下牙大且排列松散，损伤更重。这是咬痕，乃人齿所致的挫裂伤。就算是人咬的，也可能是女子之间打闹留下的。男子与女子下颌宽度不同，若是打斗所致，死者必定会反抗躲避，伤势和位置都会不同。是啊，再说宋柔是宋国公的掌上明珠，府上无人敢惹，更遑论咬伤至此。就凭一个咬痕，就断定宋柔与有私情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还有白齿蚁，白齿蚁靠腐木为生，鲜少攻击活物，只有死者曾裸身躺在蚁窝附近，才有可能在其私处发现白齿蚁。你说他会不会是被胁迫的呢？被胁迫为何不示警？
真当宋家侍卫是死的吗？成亲当日，死者坐在喜轿中，被抬入荆州城。只有趁前夜休憩时，方可行事。若非亲近之人，他为何要在夜间独自前往榕树林？宋娘子如此惨死，庞大的宋家队为何无一人察觉？甚至还有人在侯府企图装神弄鬼，扰乱我心智。应该都是宋家人所为。你说会不会是下面的人为逃避护送不利之罪，多方遮掩，也是难免的呀？大人所虑也不无道理。民女恳请霍大人准许剖尸检验，以找到确凿证据。什么？剖尸检验？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那宋国公他绝不会同意的。霍知府，宋柔在几个月前就该进居备嫁了吧？若是宋柔婚前失贞，却还要嫁于安阳侯府，宋国公这是将安阳侯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，将圣意置于何地？此事事关重大，霍知府为官多年，该怎么做还用我教吗？我现在就重新排查宋家诸人，劝魏延之首肯剖尸检验。下官告退。此番宋国公与安阳侯府恐难善了，在未剖验之前，还请亲旧娘子切勿将宋柔可能失贞之事外传。漏露所言示状者，杖100。民女虽非官役，但也知检验条例，殿下多虑了。剖尸！哎呀，霍大人，您知道我的难处，如此，实是无法跟国公爷交代。这此案不破，国公爷、侯爷，甚至你我，都无法向圣上交代。大人所言甚是，但是……我找到案发现场了，在哪里？就在十里庙的驿站。正如九娘子所说，驿站旁边的确有榕树林。我们在一处僻静的枯枝堆旁发现了血迹，可找到小柔的头颅？没有，我们找遍了整个山林，也没有发现。会不会被野物叼走了？十里庙是离荆州最近的驿站，人员来往众多，除非难以捕食的寒冬腊月，野物不会出现在此。也有可能是被凶手带走了。但凶手要逃可有什么用啊？也许是为了掩盖证据。是在下失职。魏府尉，还请你尽快让宋国公与我手书一封。毕竟，不论同意剖尸与否，我可都是要向圣上和安阳侯府交代的。在下告辞。殿下，你这一招可真是太高了！有了宋国公的手谕，之前下官因验而不验之罪就全归宋国公了。荀彧宗师定因验而不验为违制之罪，是为了约束验官，敷衍塞责，嫌慢了事。大人岂能为有了托辞而如此欣喜？哎呀，形势所致，并非下官有心闭嘴。九娘子秉性公义，一时激愤之词，霍知府就莫往心里去。宋国公那边我已帮你解决，安阳侯还需你自行应对。毕竟，安阳侯府要的只是一个真相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审问宋家奴仆。告辞。慢走。儿啊，以后还是以课业为重。秦婉这个高枝儿太高，咱攀不上啊。福陵，上车，回安阳侯府。惹九娘子生气了，看样子气不轻啊。你欠的绕荆州10圈，这就开始吧。不是，主子，那这恕属下泣血相告，这小娘子生气了，得赶紧哄回来，隔了夜就哄不回来了。九娘子，九娘子，九娘子方才可是责怪我用宋国公的手书替霍怀信开脱？正是。霍大人虽为国公府事大，若有世子殿下施压，他未必不敢担当。
你以为霍怀信怕的只是抛尸之责？他怕的是你真的找到了证据，让宋荣私通之事事发，宋国公会迁怒于他。那世子殿下为何还要纵容霍大人推脱其责？难道人命之重，竟比不上一顶官帽重要吗？因为你验出了齿痕。圣上已亲自过问此案，虽说齿痕并不能当作宋柔私通的确凿证据，可也足以令人生疑。我若是将复检验状与宋国公的手术一同呈上，圣上定会怀疑宋国公刻意阻挠检验。若圣上下旨严查，宋国公又能如何？民女方才错怪殿下了，自请处罚。不必，我只不过是顺势而为，算不得什么。不过，我倒是希望九娘子日后能够对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总是觉得魏延之有些嫌疑，他方才看似伤心欲绝，却连我的双眼都不敢直视。我会派人去盯着他，是否真的给宋国公送信。明日是15，就游园灯会，他尚不知我已验出宋娘子有私情一事，恳请殿下放出消息，就说几日之后我要3检，明日灯会我会引他出来，看他是否想借机除掉我。你何必以身涉险？找个安阳侯府的舞婢替你。魏延之若真是凶手，没有真儿，他怎会上当？殿下明日派人跟着我就好，告辞。公子，京城来信说，咱们出发的第2天，大公子和长随都不见了。为何不早来通报？护卫翻遍了京城，没找到大公子，国公爷这才给咱们传信。派人沿咱们来时的路查一查，大哥，只怕是追过来了。那娘子会不会被大公子？闭嘴！还嫌国公府的麻烦不够大吗？可是我听世子手下说，尸身还有3检。那倘若真的检出，咱们怎么跟国公爷交代啊？勘验的人说，傅灵，你去准备些明矾、清水，还有绿布。世子殿下，哎呀，世子殿下，九娘子恕罪。方才啊，小人的5座箱子让贼人抢了去，我这追了半天我也没追上。我想着呢，就先去报官吧。哎，这5座箱子就在衙门口放着呢。可丢了验尸器具？怪就怪在这儿，小人仔细检查过了，什么东西都没丢，连这器具的摆放位置啊都没变化。打开看看。可有不妥？金鱼续骨膏，这是接骨续筋的良药，千金难求，只有京城售卖。只有京城售卖的药你也知道？医者之好，总喜欢打听些奇药良方。那按这么说，那贼人不仅骨伤在身，家世也非富即贵，药味可浓厚。是。此人因与宋钦队伍无关，并不知道之前的检验结果，所以才拿着验状看了许久，才留下了药膏的味道。殿下可以闻闻看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站好了说话。京城传来消息，魏家的嫡长子魏其之并非因驯马受伤，而是被宋国公打断了右腿，软禁于家中，这才由其庶弟魏延之代为宋家。宋家队伍离京第2日，魏其之就伺机逃脱，
失踪至今。那日推塔伤我的人，倒似腿脚不便。宋国公会对魏府嫡子下如此重手吗？除非魏其之铸下大错。他若是宋柔的情人，宋柔另嫁高门，他因爱生恨，杀之泄愤也是合情合理。可扮鬼吓我的人又是谁？魏其之的腿脚可没那么灵活。他那腿伤未必是真的。只有找到他，方能知真相。我让白风护你周全，我这就去会魏延志，看他有何说辞。宋国公不但教女不严，还命其子侄毁尸灭迹，欺瞒圣上。你们如此行事，将我安阳侯府置于何地？将圣上置于何地？将国法置于何地呀？侯爷息怒，小侄只是不忍小柔死后还留下不贞之名，才指使魏城纵火焚尸，以免验状上报刑部，使两家沦为京城的笑柄。小侄甘愿承担所有罪责，只求放过所有宋家之人。是小的擅自做主纵火焚尸，与魏父魏无关。魏城，宋柔之死与其私通之人关联甚深，你们如此急于毁尸灭迹，到底是为了遮掩家丑，还是为了袒护那私通之人？下官只是公子不能再护着大公子了。殿下，侯爷，与我家娘子私通之人，正是大公子魏其之。此言可有实据呀？是大公子亲口承认的。夫人发现娘子有了身孕，娘子只得将与大公子的私情和盘托出，国公爷才气得打断了大公子的腿。你不论是何原因，犯下纵火就是大罪，去府衙走一趟吧。带走。走。魏府尉，刚才魏丞所说，可确有其事？下官的兄长与小柔自幼感情甚好，所以下官未曾多想，直到宋国公命我带兄宋家，我才得知他与小柔竟已铸成大错。你与魏其之并未分家，可为何你会对他的踪迹全无察觉？2年前，下官靠宋国公的恩义进了巡防营，大哥与我大吵一架后，便再也不肯理我，下官实在无从得知。为何会大吵一架？因为我嫡母想让大哥与小柔亲上加亲，但魏府门第平平，未得宋国公允婚。大哥生性要强，因此与宋国公日益疏远，也不想我借此恩应吧。魏其之可惯用左手？是，因为听说天生左撇子为不及，嫡母便强迫大哥自幼改用右手，此事罕有人知。为了维护兄长而欺瞒世子殿下，下官实在不敢。你险些误了大事。下官愧对各位大人。宋娘子毕竟陨身荆州地界，在真凶落网之前，魏府尉就进驻东院吧。总算真相大白了。真相与否还需查证。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宋柔的头颅，还有杀害她的凶器。
子，明矾果然把残渣抛干净了，看样子像是绢纱。不是纱，是纸。魏延之招认了。招认了什么？他招认他的兄长魏启之，与宋柔早有情谊，而且天生就是左撇子。天生的左撇子？那他平时就用左手吗？岂不是很多人都知道？其实他自幼就被逼着使用右手，除了亲近的人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左撇子一事。这是我自宋柔胃中找到的纸屑。宋柔自小锦衣玉食，为何会把这等粗糙的纸张吞入腹中？纸上的内容究竟何等重要？重要的不一定是内容。军中的细作，有的时候为了保护消息的来源，会将非重要的情报也销毁干净。消息来源，不同的纸质可以反映写信人的习惯。这上面的字迹虽已被魏烨画去，但这纸张却异常坚韧，并非寻常人家可以买到。娘子，那个亮闪闪的东西是不是